系统给了我颠倒众生的美貌，却给了我一个炮灰真千金的身份。我回归豪门时，假千金已经俘获4个男主的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团宠。而我作为一个社恐，也不想和他们产生什么交集。可系统说我每天必须出门8个小时，不然就会将我的存在告知4个男主。我知道自己被赋予的美貌有多大杀伤力，也知道极致的美貌就是一种原罪。没办法，我只能听从系统的吩咐，出门也不是不行，只要不和人说话就行。有个地方可以不和人说话，那就是图书馆。我之所以不敢社交，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我极度担忧，时刻在警惕是否会因为社交中的失误和不够谨慎而成为被攻击和殴打的目标。毕竟在很小的时候，自己总会遭遇这些可怕的事情，久而久之都变成了我刻进骨髓的恐惧。只要脱离现实环境，网络可以隔离大部分压力和死亡的恐惧。给我一台电脑，一台手机，我甚至只需要一些营养液就能活着。系统的到来也不全是坏事，它不是人类，只是一个机器人。它吵吵嚷嚷的要带着我走向新的人生，尽管现在的我依旧满身抗拒，但是很久之后回过头来看，这次出门只是我行动的一小步，却是我人生的一大步。小姐，小姐好！下人们一个个低头行礼，我冷着脸并不作答。我身上穿的最新款的迪奥春装，笔直纤长的长腿衬托得我气质更加卓然。下人们面面相觑，黄山心里有点害怕地说：“刚刚那个事是真的？大小姐怎么看上去那么美还那么冷？闭嘴吧，以后还是别私下讨论这些了。”张丽看着远远离开的倩影，恍惚回过神来，这位真千金虽然半年没出门，但是一趟出来，整个江家都惊动了。这样一个美貌不输江瑶瑶，气质清冷脱俗的美人，居然是那位半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真千金江之薇。社恐缺的不是社交能力和社交技术，社恐需要的是一个相信自己不会被伤害，不会被攻击和杀死的社交环境。而现在我对周围所有的人充满了警惕，我不信任这个世界的任何人任何事。这一次出门也完全是因为系统的安排，只需要在图书馆待够8小时即可，还算能接受。中午1点30分 ，A 是最大的图书馆，一个青年和同伴挤眉弄眼，干嘛？薛子凯压低声音小声询问。1点钟方向有个大美女，赵雷脸色涨红，有点激动，薛子凯却很冷静。A 是，可是国家中心到处都是美女，你要那么激动吗？他们2个人是北华大学大一新生，北华和清大是华国最顶尖的2所学府，能考上北华的他们算得上是天之骄子了。而且北华文学专业极其出名，女学生只多不少。他们今年新开学也见了不少大美人，也没见赵雷那么激动。不是，美确实和之前见过的美女差不多漂亮，但是气质真的好绝。赵雷品味还是很高的，毕竟能在北华上学的家世也没多差，是吗？薛子凯有点心动了，他慢悠悠地转身看向1点钟方向，随后愣在原地，半晌后才开口，确实很漂亮，气质突出。在场的所有男人或者女人都有意无意地看向图书馆3楼最角落的一个位置，那个位置本来不该那么多人关注的，但是因为坐在那里的人而熠熠生辉起来。美人如花隔云端，冷若冰霜的气质更加让我美得脱俗。要不我们去要个微信吧？赵雷长得有点小帅，自信自己还是北华的学生，看我年龄和自己差不多，估计也是在读大学，还是别吧。薛子凯一眼都不眨地看着我，卷曲上翘纤长的睫毛，心脏砰砰地跳。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他已经在这短短5分钟沦陷了，开始惧怕去找我要微信了。你不去，我去。赵雷握紧拳头，不想放过这个机会。这样的美人身边还没有其他男人，简直是个绝好的搭讪机会，不准去！薛子凯直接拦住了跃跃欲试的赵雷。赵雷脸色不耐地看着他，你要干嘛？你喜欢那你就去，拦着我干嘛？我说了不准打扰他，你听不懂吗？薛子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口气凝重。见薛子凯认真的样子，赵雷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认识薛子凯大半年了，知道他的家世不凡，听说还是那个豪门之一的方家的亲戚。能做方家的亲戚，肯定自己家世也很不错，和他这样的开几个小公司的家族完全没有可比性。他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他在捧着薛子凯，所以就算再不爽也只能按捺住了。行，我不去打扰别人，人家都在图书馆学习了，也不好意思去吵到他。薛子凯听到这句话松了一口气，明明他还不认识那个少女，但是已经对我隐隐有了占有欲。如果我知道的话，估计会赏他一句话，明明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不过他拦得住赵雷，却拦不住其他人。一个穿着白色衬衫、长相白净、俊朗的少年意气风发地走上去，摊开自己的最新款苹果手机放在我面前。漂亮小姐姐，可以给个微信认识一下吗？我才刚来1个小时就被这人吓到了，我恨不得立刻弹跳起身，然后撒腿就跑。会说话的、会沟通的人类太可怕了。明面上我只是高贵冷艳地瞥了他一眼，并不作答。小姐姐，你有对象了吗？少年看出来我的不情愿，却依旧不依不饶地说，你不会是哑巴吧？少年一脸疑惑地看着一直不说话的我，你才是哑巴。我艰难地挤出这句话，少女清澈甜糯的嗓音让肖英辉眼前一亮。可以说这是我大半年来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正常沟通，其艰难程度不言而喻。那不是就好，可以给个微信吗？给个面子嘛。漂亮小姐姐，
我朋友都在看着呢，拜托了，拜托了。肖英辉在自己生活里是社牛，丝毫不在意我的冷脸。系统，救命！我不想给，更不想和人接触。系统有点懵，但是潜意识觉得和社牛多接触对社恐有好处。知微，没事，我们冷静，我们可以慢慢站起来，先走开，等冷静下来再聊。他一次次安抚着我的情绪，就像是一个贴心的心理医生一样。众人只看到那漂亮的女孩站起身来，冷着脸就走出去了。肖英辉在原地举着手机的笑脸顿住了，他神色也冷了下来，看得我直接从面前走掉了。自己的哥哥是肖家豪族的继承人，自己以后也会继承许多的产业。自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少年，还没有过这样挫败的时候，这还是第一次。肖少，他的跟班们立刻围了上来。这小妞有点辣，哪家的？肖英辉看得出少女的衣着不凡，全是迪奥家的当季新品，再加上那浑然天成的高贵冷艳的气质，雪白细腻的肌肤，完全就是和他们差不多一个阶级的大小姐才能养出来的模样。不知道啊，面生得很。黄俊杰挠了挠头，是的，大小姐，他都跟着肖英辉差不多见了个遍，就是没见过他。肖英辉，你想干嘛？薛子凯走上去，脸色不太好看的看着他。两个人都是北华大学的，家世也差不多，平日里也多有交流。薛子凯是方佑生的表弟，平日里关系很不错，所以肖英辉也会给他几分薄面子。凯弟弟，你心动了？那个妞确实好看，哈哈。肖英辉挑挑眉，那种世家子弟高傲轻慢的态度让薛子凯更气了。肖英辉，你别乱搞什么花招，也就你当真？这种女的可能是专门出来捞金的，专门钓你这种傻子。他嗤之以鼻，搞得你好像有多痴情一样，连别人叫啥都不知道。听到这句话，冷静自制的薛子凯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双眼猩红，眼中燃烧着熊熊怒火。砰！我靠，辉哥！黎星和黄俊杰立刻上前扶住被狠狠打了一拳的肖英辉。他妈的，一见钟情的女人被肖英辉这样调侃，是个爷们都忍不住一拳下去。肖英辉也火了，除了他哥，还没有人打过他呢。在 A 市最大的图书馆，两个衣着不凡的俊朗少年众目睽睽之下扭打在了一起，赵雷急得团团转。黄俊杰和李艺兴目瞪口呆，今天不是来找学习资料的吗？怎么搭讪了个女的，连名字都不知道就打起来了？这是个什么事啊？薛子凯家世不凡，他们也畏首畏尾的不敢下手，直接帮肖英辉，只能拉开两个人。操，薛子凯，你死定了！感受到自己估计破相了，肖英辉现在脸黑得很。来，你搞不死我，我看你死不死。除了靠家世上北华，你还有个屁东西！薛子凯也撕破脸了，反正他看不顺眼自大妄为的肖英辉很久了。你和你哥差远了，你就是个垃圾。这句话直接给了肖英辉一记重击。肖英怀比他大5岁，是他亲哥，但是18岁博士毕业，19岁拿捏肖家产业，现在不过才25岁，已经是 A 市呼风唤雨的肖家家主了。相比之下，肖英辉长相不如亲哥，脑子也不如亲哥，20岁了靠家世去了北华，现在20岁了一无是处，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二世祖。好，你死定了！被揭穿的肖英辉恼羞成怒，直接扯开拉着自己的李艺兴和黄俊杰，举起拳头又冲了上去。两个人你一拳我一脚，好不热闹。周围围起了密密麻麻的人观看，时不时还讨论一下。你说他们干啥？打起来好像是那个白色衣服男的要美女微信，美女没给就走了，然后这个蓝色衣服男的上去说了几句就打起来了。我靠，这得有多美啊！红颜祸水，路人啧啧称奇。他现在在哪里？人家早就走了。路人一脸可惜，好想知道他有多美，都能让两个帅哥为他打架。黄俊杰看他们打得火热，无奈地打开手机，在密密麻麻的通讯录里面挑出来肖英辉的亲哥哥肖英怀的电话号码。喂，对面冷静的声音如同寒潭一般，让着急的要命的黄俊杰也不由得冷静了几分。肖大哥，辉哥和薛家那个天才小子打起来了。薛子凯，肖英怀愣了一下。薛子凯是方佑生的表弟，虽然今年刚读大一，但是一手出色的电脑技术非常不错，在前些日子修改了某个国外超大型游戏的 bug， 是被国际游戏联盟看中和夸赞的天才电脑少年。对，你快来，他们现在打得太激烈了。我现在来。肖英怀问清楚地址之后，打电话给了方佑生。对面的方佑生放下怀里的美人，一脸惊讶，我那个木头表弟居然动手打人了，打的还是你的弟弟，这必须要去看这个热闹，哈哈哈哈。就这样，图书馆齐聚了2位 A 市豪族的继承人，分别带走了正在疯狂扭打的2个少年。1个小时后，肖英辉和薛子凯鼻青脸肿的在宋家的医院里齐聚。宋毅正好听到了这个事情，特地来巡查这个医院。你们说说是怎么回事？肖英怀比他们年纪都大，这一辈子所有人都叫他肖大哥，也是一个地位的象征。有他在，没有人还敢藏着掖着。黄俊杰像倒豆子一样，一脸无辜地说完了今天发生的事情。早在搭讪结束之后就立刻离开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造成了一系列的事情，因为我害怕地逃回家了。社恐出门1小时足矣。一脸冷漠的我大步流星地踏进家门，很快就收到了系统的无奈的提示音：宿主今日任务失败，奖励10点美貌值。我的身体数值又变了，体质3，智力2，美貌35。算了，毁灭吧。
发自灵魂的疲惫，感觉就像抽空了我浑身的精力，自然无视了几乎所有的下人们都忍不住抬头盯着我看的目光。这江小姐也太美了，我感觉自己心脏都要跳出来了。那个最美的电影明星好像都不如江小姐美，下人们丝毫不觉得我变得更美有什么问题，系统的黑科技只会让他们自然的觉得我就是那么美丽。江瑶瑶看到手机那头宋毅说出事了，立刻积极响应，准备去宋家的专门给贵族定制的私人医院看望一下。她收拾了自己1个多小时，确保自己头发丝到脚尖都完美无缺，那种若隐若现没有任何妆感的化妆技术她学了很久，显得整个人看起来微施粉黛，清新脱俗。她拿起粉色的鳄鱼包，整理了一下自己白色的裙角，脖子珠圆玉润的珍珠和她的皮肤一样那么雪白。江瑶瑶每次出门都会这样，提前2个小时收拾自己，力图营造出没有精心打扮的那种美感。还不是男人都喜欢天然美女，该死的，不然自己也不需要那么花尽心思。她昨天订婚之后，心里的大石落下了，现在她的身份更高了一层。现在他们4个兄弟之间出什么事情，更愿意和他说了，包括今天的事情。他微微蹙眉，不懂为什么薛子凯和肖英辉打起来的原因，算了，过去就知道了。他心情愉快地下楼，我迎面走来，他被惊艳到了，足足愣了5分钟，没有缓过神来，直到我从他身边走过，2个人没有说一句话，却让他脸色瞬间苍白的毫无血色，心里如坠冰窟。那个黝黑的伤痕累累的土里土气的女人，短短半年居然变得那么美，比自己还要美那么多，这怎么可能？莹莹烛光怎么可以和皓月争辉？当他们侧身走过的时候，江瑶瑶第一次升起了自卑的心理。她面对我一直都是优越感极强的，毕竟她自己在江家养尊处优，精心培养了整整18年，而我在自己那个养母的家里面被折磨了这么久，别说琴棋书画培养气质了，恐怕连高中都没有上。第一次见面，看到畏首畏尾、一脸茫然的土妞，她得意极了。江之薇，就算你血脉比我好，但是又怎么样？她还故意让下人在我门口说闲话，希望这样可以逼得患上病症的我病情恶化，最好我可以自杀，只要我死了，她就是江家唯一的女儿，她就是下一任江家的继承人，也是名正言顺的江家千金。没想到我看起来不但好了，还可以出门了，更变得那么美，嫉妒如同毒液一样淌满了她的心脏，让她全紧的心脏痛得无法呼吸。江瑶瑶第一次那么庆幸自己昨天和沈昭燕定下了婚约，不然的话，一旦我出现在 A 市上层的圈子里，到时候她的地位恐怕不保。捯饬了自己那么久的外貌，她可太懂得美貌的杀伤力了。只要绝对的漂亮，哪怕她真的自私自利，甚至品德败坏，只要她能给出愿意的答复，甚至仅仅是一个回眸的信号，都有大把的男人为她赴汤蹈火。君不见历史上一大堆君王英雄豪杰愿意背弃天下而博红颜一笑，虞姬、褒姒、妲己，你以为他们为了美貌，其实他们为了爱情。最高端的美人计就是让你以为遇到了真爱，他们要的是美人和他们的爱情。只要我看他不顺眼，首当其冲就是江家，他很可能活不下去，那他要怎么办呢？一切的欲望和野心在我那张脸出现的那一刻都粉碎了。不行，他要想办法。江瑶瑶颤抖着身体走出家门，上了自家的车之后，吩咐司机去往宋家的医院。冷静，江瑶瑶，她不断和自己说着，没事，就算徒有外貌，没有内科，时间久了，那些看惯美色的富家公子们也不会多在意。她自小学习艺术，钢琴、美术、骑术、冲浪，和肖英怀能谈艺术，和方佑生能骑马和宋义可以4手联弹，和未婚夫沈昭燕更是共同话题许多，甚至在3年前救过她的命。那么久的积极经营，她不相信就输给我的一张脸，更何况她这段时间上的眼药已经够多了。他们见到我的那一刻，对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印象一定会无比深刻。半个小时之后，车子停在宋家医院之外，江瑶瑶也冷静下来了。她摸了摸头发，扬起一贯清纯的笑容，走了出去。在医院里面得知来龙去脉之后，宋义沉默了。所以你们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就下狠手把自己兄弟打了一顿。他们这一圈少年基本上都是盘根错节有联系的，说一句兄弟不为过。他在清大读书，不在北华，没想到这北华的2个少年结了那么大的仇。呵，是他嘴贱，嘴巴都被打肿了的薛子凯心里愤愤不平。你说个屁，你在这里为他打生打死，那个女人头也不回的走了，你心里很爽是吧？我还不知道你喜欢爱斯爱慕。方佑生也被气笑了，低声骂着表弟，他不知道我们在后面打架的事情，不关他的事。薛子凯立刻站起来维护自己心爱的人，我是服了，真不知道薛家怎么教你的，还能出痴情种。方佑生皱着眉看他那种青青紫紫的脸，无奈极了。回去之后，二姑姑肯定得打电话骂他，没看好薛子凯了。肖英辉，你没事说别人女生干嘛？这边方佑生在教训自己表弟，他也要教训亲弟弟给他看。我这不是看他傲得很就说了几句吗？肖英辉在外面是无法无天的2世祖，但是在自己亲哥面前却乖得像个鹌鹑一样。我以前也这样啊，也没说什么不好的。他觉得自己可太惨了，搭讪了个美女还被拒绝了，无缘无故的还被薛子凯那疯子揍了一顿。祸从口出，道歉。肖英怀冷冷一扫过去，无形的威压让肖英辉心肝一颤。我是他先说我垃圾的。
他红了眼，满脸不乐意。身为世家子弟，还是有尊严的，凭什么被说是垃圾？你这不是事实吗？门口传来男人低沉的嗓音。老三，肖英怀皱起眉头，警告的目光看向门口牵着江瑶瑶的男人。沈昭燕，你这弟弟无法无天不是第一天了，口无遮拦的要改。沈昭燕可不怕肖英怀，他吊儿郎当的，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好了，道歉吧。最后肖英怀各打50大板，把他们都压下来了。两个倔强的少年只能臭着脸相互道歉了。这件事情解决了，但是我很好奇，那个让你们打起来的美人到底是哪家的千金？方佑生是个花花公子，泡过世界超模，也睡过全球美女前3榜的美人，自认阅美无数，还没有想到有什么人能还没开口就让自己和别人打起来，所以他很好奇那个人是谁。江瑶瑶听到这句话心里一紧，不知为何有点不好的预感，她巧笑嫣兮的侧头看向他，二哥，人家女孩子也不容易，被搭讪了还糊里糊涂的惹上麻烦，要不还是不追究了吧。他展现出来的姿态是善良无害的，就像设身处地为那个未知的女人担忧一样，非常符合他的人设。果不其然，沈昭燕叹了一口气，她拉起江瑶瑶细嫩的小手，怜惜地亲了亲。我的瑶瑶总是那么善良，老二，要不这次就算了吧。方佑生看到他们亲密的互动，神色一冷，脾气也上来了。我今天还非要查到是谁了，我表弟被打成这样，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这说得过去？男人蓝色的耳钉耀眼，搭配他过于出色的混血外貌，显得格外独特，带着一丝狠戾和桀骜。在4个人之中，方佑生是最任性的，也是长得最俊美的。他是个混血儿，一双碧绿的眼眸像狼一样，他恣意妄为，享受人生，睡最美的妞，花最多的钱，心也是最黑的，在情商或者其他上无所不用其极。上一任方家家主也是个花心的，生养了大概10几个孩子，包括方佑生，但这些人现在基本上有点威胁力的，要不就远在国外打理一些方家的边缘黑色产业，要不就已经查无此人了。方佑生才24岁，就已经有此等成就，心眼和智商都极高。他也是江瑶瑶最早放弃的人。这样的男人，江瑶瑶知道自己把握不住，即使他们经历了许多，在半年前那一夜还差点擦枪走火，但现在他们除了朋友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关系。江瑶瑶觉得很遗憾，但也没有任何办法。方佑生是不会孤独的人，他怀里永远都会有最识趣的女人和最美的美酒。江瑶瑶无处下手，二哥这样不好吧？他长长的睫毛微颤，一副惜子捧心的楚楚可怜模样。方佑生越看他们越烦，直接起身离开了病房，走到门口，经过他们时，碧绿的眼眸装着清晰的冷漠和一丝暗藏的晦涩之意。老三，好好对瑶瑶。他说这句话，那双眼分明如狼一般看着江瑶瑶。不用你说。沈昭燕淡淡一笑，丝毫不慌。在他们4个人之中，沈昭燕的位置是最正统和最轻易得到的。毕竟沈家的父亲痴情，一生只爱他的母亲，同时他们也只剩下了他一个孩子。沈家痴情的名声也是由来许久，这也是江瑶瑶为何选择他的原因。身为唯一的孩子，自然沈昭燕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父亲的手把手教导之下接管了沈家。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他早已牢牢坐稳沈家的家主之位，说沈家是他的，一言堂也不为过。他那恩爱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去世界旅游了，时不时会给他发点视频。沈昭燕和谐又恩爱的家庭，恰恰是江瑶瑶最向往的，所以他是他最用心攻略的男人。这么多年下来，他终于得偿所愿。你家那些私生子怎么处理的？宋义一愣，看向肖英怀，我会处理好。最近有个多舞到我面前来了，前些日子带着方案来了我的公司楼下，你说我见还是不见？肖英怀微微眯起眼睛，眼神闪过一丝杀意。宋家现在内部一团乱，3个私生子知道宋父病重，早已开始勾心斗角抢夺资产了。前段日子第2座湘江大桥不是要建了吗？把他拉去打生桩算了。肖英辉眼神带着恶意，你小子别说话了。肖英怀长着一张非常高贵的冷淡的脸，棱角分明的轮廓，眼睛狭长且微微上挑，配上将近1.9米的身高，总给人一种俯瞰的感觉。常年身居高位的那种压迫感，让人不敢在他面前大声说话。除了自己那位亲弟弟，肖英怀只觉得脑子疼，自己弟弟现在怎么那么无法无天？那不然呢？等你家那个老不死，真的给他这个送那个送的，你们宋家能接受分裂吗？肖英辉心情差得不行，只想发泄一下。先不急，我练练手。宋义摇了摇头，带一丝欣慰。这个日子他过得挺无聊的，学校的功课他已经学完全部大学的内容了，老师也可以让他不去了。宋家他现在基本上掌握的差不多了，就是那3个私生子最近非常的猖狂，正好给他练练手。行，那你小心，有事说一句。肖英怀平淡的一句话，实际上已经是站队了。在这一场宋家的争夺战里面，他无条件的站在宋义的旁边，会帮他拿下最终宋家家主的继承权。多谢大哥。宋义也松了一口气，小事。男人站起身来，拽过狼狈的肖英辉先走了，到时候查到那个女人的消息了，说一声。显然他也有点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让自己的亲弟弟被他打得头破血流，到时候我会问二哥的。宋义笑了笑，江瑶瑶眼神微微一动，思索着什么。
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参与这个事情，毕竟他现在已经坐稳了沈昭燕未婚妻的位置，再参与这个事情的话，无异于在给自己找麻烦，没必要。3日后，他会深深的后悔自己没有阻止他们追查那个女人的下落，无数次午夜梦回，都会气得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的冲动。1天之后，属于我的资料整齐地摆放在了方佑生、宋轶和肖英怀的手里，资料甚至详细到了我是从9岁的时候在安陵省古沙县江家村北屯123号旁边的耕地干活的，只要钱够多，这个人的身份背景和资料就可以要多详细有多详细。江家真千金。方佑生翻看着资料，非常感兴趣。照片里的人在被接回江家的前后差距巨大，但是可以看出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美人，有点意思。玩玩，他勾起恶意的笑容，反正他的姐姐嫁人了，那他玩一下江家的另一个姐妹，姐姐妹妹也不错吧。宋轶看到照片的时候愣了一下，他是个声控，所以瞬间就回想起那天的事情，没想到她还挺好看的，确实有点红颜祸水那味道了。不过也就想了一下，然后他就把手中的资料放了下来。他最近可忙得很，忙着整治那3个私生子，没空搭理其他的事情。他没想到日后的自己会狠狠扇自己一耳光，恨自己没有早一步找上玩，深深的懊悔。另一边，肖英怀正在处理公务，资料看完之后就放在一边了，把东西给英辉送过去，联系方式和名字都有了，让他泄泄火。话里话外都不把我当做一个人来看待，毕竟他只有一个亲弟弟，无法无天的性格也是他有意的纵容。肖家只需要一个家主，既然是这样，那他会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弥补自己的弟弟。这个名叫江之薇的女孩也不例外。此刻的男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之后会成为2兄弟最深的隔阂，兄弟相残这种可笑的事情居然会在他们之间出现。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而此刻的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翻了一个身子，然后伸手挠了挠脸蛋。这电视不错，女主还挺帅。系统忙得团团转，一定是我之前制定的计划出现了问题，不行，我得再更改一下。对，多反思自己，少指责他人。咔嚓咔嚓，我又吃光了一袋青瓜味的薯片，这种日子好爽。方佑生是有了计划，但派人在江家门口蹲了几天，一无所获。我是让你去找他出门的规律，你现在和我说这3天他连房门都没有出过一步。方佑生看着自己的保镖要气笑了。那个总裁，我真的很认真了，我甚至花钱买通了江家的下人。周刚作为一个保镖，还是第一次接到这样一个无解的任务。那个下人和我说，每一天饭菜他都是做好端好放在门口，然后江小姐再开门拿进去的。江小姐这3天连房门都没有出过呀，我实在是找不到任何她的出行规律。她欲哭无泪，实在是没想到一个才18岁、大好年华的美人，居然连房门都不出，这简直不可思议。好，方佑生觉得实在是有趣。他搜索的资料自然有关于我的病症描写，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病症居然这么严重。毕竟我分明在前几天才刚刚出过门。等等，难道他刚一出门就惹出了这个事情，所以更加不敢出门了吗？某一个程度上，方佑生和我同频了，确实是这样。纵使他有千般花招，但是人都不出来，这简直是太有挑战性了。方佑生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一开始他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但现在他抱着是一个挑战者的心态去挑战这件事情。他喜欢攀岩，喜欢冲浪，喜欢一切刺激性的项目，现在我也让他觉得很有刺激性，那他必然会继续下去。给江泽刚发的请帖，我明天下午4点要去拜访一下他。江泽刚就是江家现任家主，我和江瑶瑶的父亲。既然删不来救我，那我就去救删。他不出房门，那他就去他家里门口堵他。就凭自己的人格魅力，他还不相信连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他都泡不出来。是总裁。美女助理低下头，雪白的沟壑呼之欲出。旁边的周刚看了一眼，差点魂都被勾走了。他媚眼含春，默默注视着方佑生。方佑生却仿佛没看在眼里一样，继续下达命令：今晚8点约茱莉亚去皇冠假日酒店，明天上午10点和杜总开会。美女助理听到方佑生现任包养的混血情人的名字之后，眼神暗了暗。可恶，都怪那些小妖精。收到方佑生吩咐完之后，低下头去继续处理文件。作为方家的家主，平日其实还是挺忙的，不过男人的欲望总要解决一下的。色与财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拥有像方佑生这样的家世和外貌，注定了他的床上只会有过江之鲫，源源不断的美女，所以他对自己床伴的要求极高。像是他助理这样身材火辣的大美人，他也看不上眼，毕竟助理只能是助理，他不会分不清主次，把人拉上自己的床的。一旦工作掺和上感情的话，那必然是一个糟糕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他确实好用的话，他早就把他换下来了。在江家，我看完了刚追的电视剧最新1集啊，好无聊，好空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当你们追完一个特别好看的电视剧的时候，你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空虚、怅然若失，以及甚至想流泪哭泣的冲动。现在的我就是这样，那张仿佛被上帝亲吻过的脸蛋挂满了空虚，好无聊。系统见缝插针，既然无聊，宿主是不是休息够了？那我们要不要继续开始新的任务呢？听到系统律师的口吻让我一顿，其实我也不是很无聊。我发现了一个事情，系统实际上非常的纵容我，只要我表现出因为那天出门导致的心理创伤的模样后，系统就会立刻停止给我下达任务。不行了，不能休息了，这样下去你的社交恐惧症猴年马月才能好啊。
上次任务又失败了，我给你又量身定做了计划，我们这次一定会成功的。系统给自己打气，加油！我半死不活地举了举手。好哎，这段时间以来，在系统的陪伴下，我已经没有那么孤僻了。不过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叮咚，发布任务，明天请宿主和一个人介绍自己的名字，并且得知对方叫什么。成功奖励1点数值，失败奖励10点美貌值。我无奈了，捂住脑袋，开始哭唧唧的挣扎。啊，我还觉得那天发生那个事情我好难受，都因为你要让我出门，我还被迫和人类说话了，整个人都不好了。系统冷眼旁观，不可以，你休息了3天了，依照常识来说，3天足以洗清许多负面影响。见系统不愿意退让，我脸色立刻垮了下来，在床上滚了个圈。好吧，依旧是死气沉沉的半死不活的口吻，那张漂亮的无可挑剔的脸蛋都救不活他的丧气。在摆烂的时间里面，时间飞快的流逝。很快，第二天下午4点，江家迎来了一位贵客，方家年轻有为的家主方佑生。江泽刚笑着把他带进来，两个人似乎一下子拉近了距离，聊起了许多生意上的事情。聊着聊着，突然方佑生停住了话题。我听说前段日子你的女儿回来了，对吧？江父脸色一僵，但是立刻就消散了。确实是这样子的，怎么了？是有什么问题吗？他第一反应就是怨恨江瑶瑶，是不是在方佑生的面前给自己上眼药了，然后让他来给自己撑腰的？毕竟他知道这位方家的家主和自己的那位女儿的关系非常的好。这倒没什么，就是我知道令千金的病情不是很好，我这边来了一位德国来的心理医生，他具有非常丰富的治疗经验。要不我今天先帮你给令千金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方佑生懒得拐弯抹角了，直切要害。江父愣住了，他想了很多种可能，甚至想到了方家是不是想要夺走江家的财产，所以才上门来故意洽谈的，但完全没有想到他冲着他那个在村子里面流落了18年的女儿来的。他对自己的血脉女儿还是有骨肉之情的，这么长时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连他叫都出不了门，他也不好强迫于他，也就由着他去了。现在如果有一个绝好的治疗机会放在他的面前，如果是真的话，他还是愿意试试的。是这样吗？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多麻烦方总你呀。不麻烦，毕竟你是瑶瑶的父亲嘛。方佑生也乐意抬出江瑶瑶和他的关系用一下，增加可信度。果不其然，江父听到这句话，心里的大石也落了下来。反正再糟糕也糟糕不到哪里去了，那就按方总您的方法试试吧。我先去他房门口叫一下他。江父带着方佑生几下就来到了3楼的主卧门前。3楼一整层都是我的房间，我的房间里面概括了几乎所有生活需要的东西，健身房、浴缸、厕所、书房，所以我可以做到足不出户，也生活得很舒服。敲门声传来，我此刻正在纠结要几点出门，自我介绍还是晚上送餐吧，让下人自我介绍一下肯定没问题。我给自己暗自打气，你把饭放门口就好。我站在门口对着外面说，哎，不对呀，现在才下午4点，还没到送饭的时候。我反应过来，爸爸带你见一个朋友，到时候我会带你去专业的医生面前看你的病，你先出来好不好？江父轻声细语地问着房里的人。方佑生只觉得好笑，他还当他的女儿是一个8岁的宝宝吗？他可是18岁呀，太夸张了吧。我沉默了，一想到门口站了2个我全然陌生的人，就觉得浑身难受。你们走吧，我不去。我当机立断地拒绝了。听着里面甜糯的拒绝之声，方佑生挑了挑眉，好家伙，他以为我是那种像自闭儿童一样畏畏缩缩的不敢说一句话，却没有想到我似乎格外的有脾气。如果我知道他的想法，只会狠狠地翻一个白眼。社交恐惧症不等于自闭症，社交恐惧症可以和人交流，只是他们恐惧语言交流而已，而自闭症则是拒绝与任何人交流。我就是一个社恐，基本的交流和礼仪还是懂的。相比我的紧张、忐忑不安，系统很激动。志威，送上门来的业绩啊，你出去介绍一下就好了。上啊！听到这句话，我一顿好像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与其等待晚上下人来，然后再做任务，不如直接把任务做了，顺便应付门口那个中年男人。可能是社恐带来的后遗症吧，我对亲情乃至于爱情都没有丝毫的感觉。毕竟这是原生的父亲，又不是我的父亲，更何况之前18年，他都放任自己的女儿流落在外，没有发现自己亲生女儿被虐待的事情。就算被发现之后，他也居然没有对江瑶瑶他们村里面的一家人做出任何的惩罚，这也成为了压死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好像我越是躲着江父，他就越得寸进尺。在最开始的时候总是敲门，想要跟我谈心，在门口总是大谈特谈他有多么的后悔，多么的痛苦原主所遭遇的事情。面对这些话，我只是冷漠地把耳机戴上，然后放到最大的声音隔绝一切。人类就是最丑恶的生物，包括我也是。我讨厌江家，可是因为江家提供的富足的生活，让我关上房门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也喜欢江家。那要不就给个面子，顺便做一下任务。思索片刻之后，我觉得这个主意还可以。半晌，我深呼吸了几口，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自我介绍一下，我可以的。系统继续打气，加油，志威加油。
方佑生听到了房门被缓缓打开的声音。10多年之后，有人问他：“你是什么时候无可救药地爱上他的？”那个时候，我的美名早已响彻全球。方佑生思索了很久，脑海里闪过我越发美丽的脸，静默半晌，望着窗外下午4点的暖阳，微笑着说出了一个答案：初见的那一天，若人生只如初见，那他会在那一天表现得更好一些。下午4点的阳光依旧倾洒，面前的美人发丝跳动着金色的光晕，衬托得我宛若神人。我穿了一件黑白色的睡裙，只露出一点纤细雪白的天鹅颈，美极了，不逊色于之前他所见过的任何美人。方佑生是个颜控，光只是看着我，心弦隐隐约约中已经被拨动了几分。他低下头，直勾勾地看着我的面容，海藻般乌黑浓密的秀发，我的睫毛又长又翘，眨眼间像是蝴蝶的翅膀在微微扇动着。他默然了片刻，喉咙有点干哑。少女只侧出了半个身子，一张精致的无可挑剔的脸上带着戒备。你好，我叫江之薇，你是谁？少女的嗓音甜甜糯糯的回荡在方佑生的耳朵，让他竟然觉得像吃了蜜一样甜。你好，我是方佑生。回过神来，他喃喃自语出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更多的话，面前的美人像是松了一口气一样，迅速回到房间，1秒之内砰门关上了。他许久没有见自己这个亲生女儿，没想到出落得那么漂亮，那恐怕日后江家更上一层楼，就不需要靠那个假女儿了。看来令千金这个病还是需要好好的治。方佑生看着关上的房门，眼神一暗，心思翻滚。这个薄薄的门关住了一个美丽的公主，满园春色竟然不能多看一眼，实在是可惜。确实不知道那位医生能不能来家中给我的女儿治病呢？江父心思一转，比方佑生还迫不及待起来。他想到了，一旦自己这个亲女儿的病好起来，在 A 市亮相，江家的名字一定会被更多人提起。并不是说美貌没有用，一旦美貌达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再搭配利益所能够带来的收益绝对是巨大的。抱歉，那位医生是我们家族的私人医生，要看的话恐怕要让令千金来方圆。方圆是方家的主宅，历代方家的家主都要住在专属的房子内，而这个地方叫什么，则取决于这一任的家主叫什么。方圆是一处王爷府改造的，占地100平方千米，堪比故宫。里面的房子大部分外表还保持着古代的建筑，内在却全是当代科技。当代家主方佑生却不耐烦住那些老房子，平日里总会回去在自己的别墅梨园那边住。不过现在他改主意了，方圆也不是不能住，古香古色的也不差，这也是可以的。那就麻烦方总您了，都是100年的狐狸，江父不用想就知道方佑生对自己女儿有点其他心思。不过他不会阻止江瑶瑶拿下了沈昭燕，自己亲女儿还不能拿下方佑生吗？他想起自己女儿那张脸，顿时觉得信心满满，直接一口答应了明天下午3点送我去方圆看病这件事情。至于什么时候送回来，两个人默契的都没提起，可能好了就送回来，也可能从此住进方圆，成为那里的女主人。1小时后，在房间内蜷缩成一团的我终于缓过来了，我成功了。系统疯狂鼓励，对的，2个月了，志威，你终于完成第2个任务了。系统简直要泪流满面，万里长征第2部终于艰难取胜，恭喜志威完成任务，奖励自由数值点1点。我从和陌生人沟通的羞耻感缓了过来，大手一挥，把数值加在体质。毕竟我之前把1点数值加了脑力，然后我发现并没有什么用。人要均衡发展，不能到时候人很聪明，但身体不好，这样快乐的蜗居日子还要过很久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嘞，系统，欣喜不已，我感觉自己身体瞬间轻松了不少，加1点体质感觉更好了。那下次也这样加。我思索片刻之后，还是决定了继续这样。此刻我还不知道，当自己体质变好之后的好处，并不只是更健康，而是能够帮助自己逃跑，即使从3楼跳下来也毫发无伤。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嘛。我继续打开新的综艺节目，看得我心情很愉快。系统沉默了，不知道是谁因为要出门自我介绍，差点睡不着，一直纠结，刚刚还躲在床上羞耻了1个多小时。不过他不会揭穿我的。对，志威可真厉害。现在的系统就是我的专属鼓励老师，完成任务之后的我，就算想满地打滚，他都会夸一句活泼可爱。系统信心满满的看着自己面板上密密麻麻的计划，每一个都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如果继续下去，4年就能让我成为开朗乐观的社交小达人了。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面对方佑生的计划，统一人毫不知情，也导致了系统的计划胎死腹中。第2天一大早，大小姐请起床，女仆们直接一拥而入。面对睡得迷迷糊糊的我，就是一顿捯饬。等，我挣扎着，整个人脑子都乱糟糟的，不能等了。江总已经在车上等小姐了。女管家推了推眼镜，下令让女仆们将睡眼朦胧的我打包好、洗漱好。我想挣扎，但是女仆给我一顿按摩加洗漱打扮，还挺舒服。算了，懒得问了，去哪里都行吧。方总，昨天自我介绍的那个耳钉男叫什么来着？好像是方佑生。系统，我好像要被迫搬家了，怎么办？表面冷漠的我内心已经紧张了。系统也有点懵逼，怎么突然要搬家呀？那我的计划咋办？没事，我们走一步看一步，有我在不怕。
听到系统的保证，我也放松了一点。对，我不是一个人，而是和系统一起去了一个新地方。人面对陌生的环境会感到紧张和害怕，但是如果你身边有你最熟悉和最信任的朋友，那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松下来。这个理论在任何人身上几乎都可以运用，自然在我身上也可以。在我被送上车之后，江父在我耳边叨叨个不停，我也大概明白了为什么突然要把我送到这个叫方圆的地方。昨天过来的这个人是方家的家主方佑生，然后他们家新招了一个德国的心理医生，可以帮我治好社交恐惧症。简单来说，就是我要去到方圆治病。那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在下车之前，看到面前堪比影棚里面看到过的那种古香古色的建筑物，问出了我今天说的第一句话。江父看着自己女儿漂亮的锋利的面容，躲闪了一下。你放心，到时候你好了，我肯定把你接回来。他想着先安抚再说，而且到时候万一我真的好了，也是一个好事。我不傻，凝视着江父，大概明白了一些什么。下车之后，我突然开口和系统说了一句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讨厌和人类交流的原因。真脏啊！系统不太明白，但是敏锐地觉察到了我的心情不好。美貌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我越美，那么遇到的垃圾事情就越多。从那天出门到今日的被迫搬家，我再傻也知道我成为了一个货物，可以被随意置换。在位高权重的人手里，美貌就是可口的点心，而我就是最好的祭品。我真的不能再美下去了，美貌是穿肠毒药，会害死自己的。虽然我是个社恐，但也珍惜生命，不然也不会把数值加在体质上面。系统，我们之后的任务慢慢来吧，我会好好配合你的。第一次站在这个象征着 A 市最大权势之一的宅子面前，我产生了惧怕，这种惧怕甚至让我想要积极配合系统了。系统不明所以，但非常高兴。好嘞，你放心，我会好好帮助知薇的，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对，我们会越来越好的。我喃喃自语。面前的大门缓缓打开，里面黑色西装的一排保镖开着车朝我走来，为首的白发管家神色恭敬。江小姐，请上车。我不喜欢阳光，但这种雾霭霭的天气让我更不舒服。又下雨了，我上了车。黑色低调的商务车在越发阴沉的天空下行驶，行驶到巍峨的方圆大门口前时，凄厉的雨下得越发大了。透过雨雾迷蒙的车窗，我的心像被这绵绵细雨绕在了一起。我悠悠叹气，希望一切顺利吧。坐在3层王府之上的方佑生穿过层层的雨雾，看到了下面那道让自己日思夜想曼妙的身影。一开始他其实有点后悔说，医生在方圆，毕竟方圆是家主住的地方，那能进来的女人岂不是就是女主人了？我很美，但还没有美到让自己失智的地步。做方家的女主人连江瑶瑶都不及格，更何况是我。可是当我走进来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让管家把人送走，相反，他现在心情比之前还要好。终于来了，我的公主。红酒杯一饮而尽，却没有丝毫缓解她喉咙的干渴。我裹紧了自己风衣，在黑色的伞下走进了这座大宅。里面的设施没我想象的那么古香古色，里面有松软的欧式沙发和羊绒地毯。家主不太喜欢华国古风的家具，里面的设施都是现代设备，希望江小姐能喜欢。白发管家适时的说话，而社交恐惧症发作的我死死地攥着自己的手，只有一个念头：逃跑，找到一个地方没有任何人，只有一个柔软的床，我把自己埋进里面，不和任何人说话。家主已经等你很久了，我们先去3楼吧。他并没有在意，我冷着脸不理自己。美人总会有特权，更何况他是方家的管家，伺候了那么多代家主，那么多年来只见过这一位女士被方佑生带回来，我很有可能是未来方家的女主人，那他会保持自己全部的礼仪对待这位美丽的小姐。先不用，我想回房处理一点东西，我要坚持不住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到处都是陌生的下人和保镖，全是人，他们都目光有意无意地放在自己身上，让我后背发凉，就像年末的时候被强行推上台做年末表演一样的那种紧张。我想吐。这管家有点为难，因为家主的吩咐就是一接到人就送到他面前，但是面前这位江小姐的脸色确实不好，本来就白皙的肌肤现在白得几乎面无血色，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了。我不上楼，管家不敢催，在楼上等待的方佑生很快就收到了消息，不愿意上来，想去房间。他哑然失声，对了，他差点忘了，我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让我来了个陌生的地方，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突然让我上来见自己，恐怕更难受了。高高在上惯了的他，从来不会去理会别人的想法，所以他自然的就吩咐管家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忘记了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下去吧，然后见完之后送他回房。以往都是美人为了见他想尽方法的来找他，还是第一次方佑生为了见一个人自己如此主动。哒哒哒，木质的楼梯传来皮鞋踏在上面的声音，我抬起头看到了方佑生，男人踩着暖黄色的灯光，穿着一件修身式暗红色西装，西装笔挺，体态修长，里面甚至没有内衬，露出一小份性感的胸肌和若隐若现的腹肌。常年运动的男人身上没有一块多余的赘肉，倒三角的身材极致的完美。他绿色的眼眸就像一匹饿了很久的狼，死死地盯着自己心仪的猎物。那些爱慕方佑生的女人，不单为了他的权利，还有他的外貌，野性和不羁的气质给他增添了不少风流之气。俊美邪肆的脸庞也让人看了就忍不住脸红心跳。在毫无审美的我的眼里，这个穿着红色西装的男人真的好骚。性感的嗓音带着一丝沙哑，作为
为方家的家主，我有责任恭迎江小姐的到来。你好，我是方佑生。他居高临下的微笑着，带着审视的目光。我是江之薇，我想回房间，可以吗？我现在只想回去，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方佑生微笑的嘴角一僵，精心准备的出场就这样草草谢幕。他不甘心，可我躲避了他的目光，低下头却只看地板。天知道，现在的我已经恨不得用脚趾在这个木质地板上抠个3室一厅，然后钻进去。3个人静默无言，越发尴尬的气氛让我快把自己的手给抠破了。看到少女紧握的拳头微微颤抖，无助的睫毛轻颤，让方佑生觉得我看起来更可口了。不过不急，他不喜欢强迫人，既然我的病还那么严重，那就要徐徐图之。他有这个耐心，那我送你回房吧。这边我松了一口气回了房，另外一边有个少年为了找我快把 A 市翻过来了。辉哥，电话还是打不通吗？黄俊杰挠挠头看着他，肖英辉黑着脸看着自己手机上一连串的未接电话，他把我拉黑了，我换了几个号码都从来不接。这几天他打了快100多个电话了，最后在打的时候，对面已经完全不理会了。我知道自己没有朋友，也不想和人沟通，社恐在看到未接来电的时候，就是会心里一缩，然后麻溜的把手机盖过来，假装没看到。我无数次觉得打电话和接电话的人简直太恐怖了，面对着一台手机，还要听到对面的情绪和声音，所以无法面对面，设想到的情绪会被放大，会让人更加紧张，所以我面对所有的电话全部置之不理。静音之后埋头看综艺，那要不直接去找他吧。黄俊杰眼珠子一转，提议道：啊，他以为自己是天仙吗？和我玩欲擒故纵呢？砰！他黑着脸沉声喝道，把面前的桌子狠狠一踹，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对他。这个叫做江之薇的可真的有意思。这黄俊杰有点不知道说啥，人家又不认识你，不接你电话不是很正常的吗？但是他不敢说。肖英辉想起自己还有点疼的脸，又咽不下这口气，我必须要泡到他，把他带到薛子凯面前晃一下，然后再狠狠甩了这个女的。他恶劣的想着，薛子凯居然敢下手打自己，因为顾及方佑生，他不能和那臭小子玩阴的。本来想着直接一麻袋套了他，狠狠打一顿，但他亲哥看出来他的想法，语气冷淡地说：如果你敢下黑手的话，方佑生找你麻烦，我也不插手。风轻云淡的一句话，却让肖英辉毛骨悚然。方佑生的阴险狠辣，他太了解了。如果到时候他真的要报复的话，自己估计会更惨。他不能这样光明正大的报复回去。正好薛子凯喜欢我，那他就杀人诛心。走！他又一踹桌子，邪笑着站起来。去哪？黄俊杰有点不好的预感。去江家拜访一下我未来女朋友。想起我那清冷出尘的气质和漂亮的脸蛋，他觉得内心一阵火热。到时候泡到了，先玩完再丢，不亏。行行行！黄俊杰立刻先去开车。很快，一辆金红色极其招眼的玛莎拉蒂疾驰而过，惊起路人的惊呼声。这辆车好帅啊！全球限量版的，可能又是哪家的富恩带出门了。真想坐一下看看是什么感觉。耀眼的豪车发着阵阵轰鸣声，向江家的方向进发。半个小时后，江家的别墅前停了下来。你怎么在这里？江瑶瑶今天不去上学，请了假回来处理一些事情。学妹好。肖英辉和江瑶瑶关系不冷不热，今年新开学，她考进了北华金融系一班，成为了肖英辉的学妹。她皱着眉看她吊儿郎当的下了车，尽管肖英辉年龄和自己差不多，但是她从来没有把她放在眼里。胸无大志的二世祖怎么能和年少有为的继承人比？所以她和他的关系也就只是点头之交。你不去学校吗？学校的那些东西我学不懂，正好我找江姐有点事。江瑶瑶有点不解。江之薇，她脑海里冒出来我那张漂亮的出奇的脸蛋，心里一阵不好的预感袭来。在她不知道的时候，我已经出名了吗？就连混世魔王的肖英辉都要上门来找了。对，你不知道吧？上次薛子凯那家伙就是为了你姐和我打了一架，我总要找他要个说法。你带我进去。肖英辉把车门一关，主动把前因后果说了。等等，他脑子嗡嗡的，也就是说那天居然是我引起的争端。他一下子用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插进了自己处心积虑融入了5年多的圈子里。凭什么？不对不对，冷静，这只是肖英辉对他感兴趣而已，其他人还不一定。他突然想起来方佑生那天说的要查一下我的事情，不行，干脆直接把我推给肖英辉吧。他5年来很清楚肖英辉喜新厌旧的性格和喜怒无常的脾气，前一秒还言笑晏晏，下一秒就直接翻脸。让他们在一起的话，我这种底层上来的土妞绝对会伤得不轻。就那么半分钟，他思绪百转千回。江瑶瑶还没发现自己完全没考虑过肖英辉会不喜欢我这件事情，在他见到我那一张脸那一刻，就知道没有男人能抗拒得了，除非是那种有大毅力之人才能抗拒得了，这样的人很少。但是作为家族继承人的沈昭燕、方佑生、宋轶和肖英怀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身份就注定了他们从小到大经历投怀送抱的美人不要太多，各种各样混血的御姐的，萝莉的成熟的应有尽有。他微微一笑，决定配合肖英辉。江之薇这几天去治病了，
我暂时不知道他在哪里，你可以查一下。肖英辉死死地皱着眉，心情瞬间不好了。去哪里治病了？你都不知道吗？他摇了摇头，心里也觉得可惜。现在他不在了，平白的让自己多了几分不安。听江父说是去了治病，江瑶瑶再问，已经得不到答案了，只能无奈放弃。现在送上门的武器来了，不用白不用。行，那我去查一下。走了。他挑了挑眉，转身回去了。车里怎么了？他不在，去治病了。去查一下去哪里治了。该死的！肖英辉觉得心里痒痒的感觉，只有见到我才能停止那股骚动，真烦！怎么就那么巧，正好去治病了呢？安全回到房子里面，迅速把门关上。呼呼呼，好紧张！幸好方佑生没有继续和自己说话。系统，那我这是不是算完成好几个任务？我回想起自己之前的任务有沟通的来着。系统无奈地说不算，因为我还没有布置，相当于我还没有向上面申请资金。你下面干完事了，我更没有理由去申请了。你这还要申请？晴天霹雳呀！那我说的每句话都白费了。系统欲哭无泪，以前是不用的，可以先预知，但100年前出了一个系统爱上宿主的事情，他恋爱脑啊，居然直接把所有的预知的数值送给了宿主，导致那个世界崩坏了，任务也一塌糊涂。自此之后，每次我们给宿主任务都要先申请。我沉默了，那个系统是真的饿了。人统恋这种恋爱也不是不能接受，毕竟系统真的太贴心了。有时候我都在想，希望系统可以陪伴自己一辈子。系统是什么？它是一个贴心的，给你进化的，帮助你的，陪你聊天的，最懂你的，时刻鼓励你的存在，独属于你，且他人不知。这样的东西简直就是神迹，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我这一刻选择了不诅咒主神了，算是做了一个好事。而且我又不是蠢货，系统是在帮自己还是害自己？这2个多月来也摸清楚了，心肠软会为自己设身处地的考虑的。系统这样一琢磨，人统恋好像真的不是不行。正在一门心思钻研任务计划的系统，突然觉得后背发凉。嗨，我现在要先观察一下，然后制定全新的一系列计划。不着急，我很厉害的。好。听到最近没有任务的，我也松了一口气，知道系统为我好是一回事，社恐的我不得不做任务的难受也是另一回事。一夜过去，风平浪静。第2天，方佑生亲自带着早餐去到我门前，咚咚咚，知微需要吃早餐吗？他拽了拽自己深蓝色的领带，今天的衣服依旧是精心挑选的，衬托她更加的俊美。可惜里面寂静无声，可能江小姐没起床。昨晚3点的时候，她还打了座机电话，要了一份夜宵。白发管家第一次那么清楚地看到死宅日夜颠倒的生活作息，不免得有点叹息。一大把年纪爬起来，把陷入熟睡的厨师拽起来做夜宵，整个方圆都因为这顿江小姐的夜宵人仰马翻。毕竟之前还从来没有人凌晨3点用膳，每日他们的食物都会更新。第2天早上6点，准备购买最新鲜的空运食材，所以偌大一个方圆没有一点可以给江小姐做宵夜的食物。管家大晚上的打电话调动飞机，调动下人在半小时内做了一系列美食，送到了江小姐门前。当然这件事情他本来不会惊扰到家主，可是早上7点，家主打扮整齐站在江小姐门前，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江小姐是绝对不会开门的。他估计刚睡下没多久。方佑生听完昨晚一系列的流程之后，内心起了阵阵波澜。他还真能折腾，这可能当代年轻人确实喜欢熬夜。管家方语弱弱的开口解释：“行吧，那我就先不打扰了。”方佑生顿感无趣，一个懒惰的熬夜的普通人，自己怎么那么稀罕呢？就一张脸长得好看有什么用？真无趣。更何况好看的人何其多，自己见过的比我更美的不是没有，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如此轻慢。以后他半夜要吃宵夜，别送了。还有下午3点，思维科医生要来给他看病，你安排好没？见到我的方佑生心里不爽，直接开口就把我的宵夜断了。在熟睡的我丝毫不知道这一切，不过他还记得给我看病的事情，毕竟都答应过了。说1不2的方佑生是不会反悔的。去公司，他黑着脸一脚把挡路的餐车踢开，大步的离开了门前。低调奢侈的黑色轿车在10几辆豪车的簇拥下驶离了方圆。作为方家家主奋斗的一天又开始了，而作为社恐咸鱼的我还在柔软的床上做美梦，一直到下午1点左右才悠悠转醒。吃完早午餐之后，门口传来白发管家方宇的声音：“江小姐，下午3点，斯维特医生会来给您看病，请预留一下时间。”我听到了，沉默。吃饱喝足之后，我立刻开始和系统讨价还价。你现在给我颁布2个任务吧，正好我不得不看医生，这空子必须要钻。系统拗不过我，只能把计划打乱。没办法，知微大过天。叮咚，第1个任务1天内向第2个陌生人自我介绍，并且得知对方的身份和姓名。第2个任务得到一位朋友，任务奖励2个数值，失败奖励20美貌值。好，现在的我信心满满，斗志昂扬，小小任务拿捏，知微加油。系统也很开心，有心理医生了，靠谱的话还可以配合自己的任务来调解。
解，简直完美。被一人一统寄予厚望的斯威特翻看着手里厚厚的文件，叹了一口气。治这病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因为国际上并没有治疗社交恐惧症的特效药，这玩意到底是不是一个病都有待商榷。方佑生直接让一个国际知名心脏手术圣手的他来治心理毛病，简直是为难人。反正都是治病，你看着来。想起方佑生不负责任的话，斯威特要被气吐血了。可是他给的太多了，没办法，心脏手术医生被迫拿着心理疾病书上岗了。医生该出发了。护士敲了敲门，面带羞涩的微笑看着他。金色的发丝在阳光下跳跃着，美得如同天神。阿波罗的外貌让他备受瞩目，他是个标准的德国白人，金发碧眼，个高腿长。因为方家的邀请，他从德国来到了方家的医院，成为了方家家族的私人医生，为此还学会了流利的华国语言。一切都是为了钱，他觉得没有什么好羞耻的。走吧。在方圆的医疗室，一个纤细的身影正在等候自己。你好，我是。放下手中的书本，抬起头看向病人，一瞬间哑然失声。他见到了活生生的阿弗洛狄忒，古希腊神话中掌管爱情与美丽的神明。一头黑色的长卷发闪闪发光，眼中仿佛蕴有深棕色的山峦，厚重深远。轻轻的一抬眼，就让斯威特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医生，医生！我歪歪脑袋，唤醒了他。斯威特回过神来之后，脸色涨红。医生爱上病人是大忌，斯威特，快醒醒！经过5分钟的劝导，状态堪堪回归，到了正常状态。嗨，你好，我叫斯威特·路易斯·卡德拉科，是你的心理医生。我家是全市祖传的医生，世家目前单身情感上非常专注。不知不觉看着那双淡棕色的眼眸，斯威特像倒豆子一样把自己的个人状况倾泻而出。好的，我叫江之薇，那我们做朋友吧。我见缝插针，好机会完成任务的好机会。看着少女略带激动的神色，斯威特先是不着痕迹地皱了皱眉。他不想做朋友，想做男朋友，但是他们第一次见，而且我还在生病的情况下，他不应该这么快趁虚而入。他强行压抑自己激动的心情，没想到这次来华国工作还会遇到自己的女神，上帝真的太眷顾自己了。好，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初步的治疗了。随着斯威特的同意，我瞬间轻松了不少。系统也很满意的点点头，恭喜之薇完成2个任务，奖励2点自由数值点，全部加在体质上面。我开心不已，再这样下去，自己会成为第2个金刚吗？不确定，再看看。然后斯威特就遇到了人生中最难伺候的病人，简称就是一问3不答。任凭他花招百出，嘘寒问暖，除了最开始的自我介绍之后，我再也没有动静了。嫣红宛如樱桃般美丽的红唇再也没有开启过，一双美眸看着斯威特，却一言不发。我如同冰雪雕琢的美人，无法开口，只用我的眼眸静静凝视着你，仿佛能把你的心看透。系统有点疑惑，知薇不愿意再说一句话了吗？最近越来越好说话的，我给他带了一种错觉，我为什么要说话？他不是你，不是陪伴了我2个多月的你，他只是一个陌生的丑恶的人类。这就是我的心声，随便找一个医生过来和我聊聊天，治疗心理疾病，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笑话。先不说我对人类的排斥和厌恶，首先昨天被强行带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又被一群陌生的人围着讲一堆乱七八糟的话，已经够让我烦了，只想毁灭这个世界，烦死了，不想社交，不想讲话，甚至不想治好自己的心理疾病。如果做这个事情是系统的话，我还会愿意跟随着系统的话来一步步做，可是面前这个人他不是，而且现在系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我更加不需要再多说一句话了。所以我全程只是用那双仿佛含着雾气的眸子看着斯威特，直接把他看得脸色通红为止。在最后1个小时治疗结束，以斯威特狼狈的逃跑告终。在公司的方佑生收到了斯威特的信息，江小姐的病情严重，2个小时的治疗时间里面，只有开口说了2句话，就不再开口治疗，诊断为社交障碍恐惧症，无法和人进行正常沟通，防备心理很强，建议保守治疗，通过长时间接触建立信任之后再做治疗。斯威特很明显有点自己的小心思，长时间接触治疗的话，他就可以多接触我了。方佑生看完了报告，冷冷一笑，什么乱七八糟的心理疾病，信口开河，他本来就没打算真的治好我，他只是想要在这段时间里面让我爱上他，心甘情愿的俯首称臣。方总凯恩集团昨日发布了全新的名为全息测温仪的高新技术，正在招募最新的合作伙伴。美女助理柳潇潇汇报着昨天拿到最新的信息。方佑生将我的资料盖住，看向他，立刻去约见凯恩集团的负责人林彻，晚上8点，维多的秘密空中花园见。这个名为全息测温仪的高新技术，很大可能是将来游戏和科技的重点方向，但是资源消耗太大，作为国际游戏巨头，凯恩集团也吃不下。前段日子他们来到 A 市，决定在 A 市挑选合作伙伴。方家的产业目前主要是科技和互联网方向，互联网在5年前崛起速度极快，方家吃了大头，飞快地把之前的灰色产业几乎全部丢弃。作为家主的方佑生，正是急需一个良好合作伙伴和未来5年发展方向的时刻。恐怕不行，晚上凯恩集团召开晚宴，今晚8点好，我会带好资料，
柳潇潇脑海里已经开始勾勒自己晚上穿什么晚礼服是配方佑生的。正常来说，参与这样的商业晚宴都是作为第一秘书的，他跟着这次也不例外。方佑生的手一顿，思索片刻之后开口：“我带一个新的女伴，今晚就不需要你了。”柳潇潇听到这句话，脸色一瞬间的扭曲，随即很快镇定下来。方总，我有什么做错了吗？他心里带着彷徨和苦涩。3年多了，他兢兢业业，凭借着极高的职业素养和优秀的商业头脑，成为了方佑生的第一秘书。他本来以为依靠着自己美艳的外貌和火辣的身材，迟早能成为方总的情人，方家未来家主夫人的身份，他不敢想，甚至女朋友的位置自己都不图，只想要和方佑生在一张床上翻云覆雨，下床之后可以默契的工作，就那么一点心愿，方佑生却不满足，他似乎全然不放在眼里。没有，你好好处理一下昨天的文件。方佑生一眼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工作和生活要分开，他非常清楚，柳潇潇要的他给不起，更加不想给，就连外貌也不是他喜欢的那一款。等找到更好的秘书，柳潇潇就要迅速下位了。但茱莉亚只是一个草包模特，总裁在晚宴上我会好好表现的。他潜意识的以为方佑生要带自己的情人去，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闭嘴，秘书，你越界了。方佑生抬起眼眸，冰冷的绿色眼眸仿佛是看着死物一般。柳潇潇浑身一僵，心里涌起不好的预感。对不起，总裁，是我觉得这个晚宴对集团太重要了，所以着急了。他当机立断地低头道歉，脸色带着祈求的神色。方佑生冷冷地看着他，半晌没有说话，空气中的氛围越来越紧张，如同凝固了一样。一滴滴汗珠从低头的柳潇潇额头上滑落，他几乎要无法呼吸了，下不为例。最后看在柳潇潇业务能力确实不错的份上，他决定放他一马。再有下次，他会直接把他从公司丢出去。方佑生只有在面对我的时候低过头，面对其他任何人都是高高在上，即使是宠了多年的江瑶瑶，也不敢做任何忤逆他的事情。一旦踩到他的逆鳞，那这个人甚至不能在 A 市露头。听到这4个字，柳潇潇知道这次自己被放过了，但是没有下次。谢谢总裁，我先下去了。他脚步匆匆，脸色苍白地从办公室走了出去。在外面的其他秘书看到柳潇潇的神色，纷纷议论起来：柳大美女这是怎么了？还能是啥？估计是勾引不成，还被骂了。总裁的情人一个个都美上天了，就他傲得跟个什么似的，真以为自己能上位。7、8个秘书都在看柳潇潇的好戏，毕竟他们这些年没少被他下绊子。为了可以在方佑生面前多露脸，柳潇潇无所不用其极，自然人员早就败光了。而选谁去陪自己晚宴呢？方佑生看着手里的资料，早有人选，自然是我。我病是不好，但美貌在就行。他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今夜他会带着全场最闪耀的美人登场。他坚信没有废物，只有没有使用妥当的资源。很快，方佑生直接给方宇发送了信息，让他晚上8点把人收拾好，带到皇冠酒店，自己会在宴会等我。吩咐完之后，继续把文件处理好。完成2个任务的我美滋滋的在床上看着最近新开的综艺，和最好的朋友一起玩。综艺是一群明星去村里面生活的那种，他们一个人才会带自己最好的朋友去，笑料不断，非常好玩。系统兴奋地说，知微数值健康了好多。确实，我感觉自己有力气了很多，也轻快了很多。我看着综艺点点头，2个数值点的增加是立竿见影的。体质增强之后，原本还有点近视的眼睛瞬间清晰了，感觉自己身体也轻快了很多。突然他想到一个问题，那我的体质如果达到100的话，那岂不是很逆天？我脑海里瞬间闪过自己看过的那些超能力的电影，什么变形金刚、X 战警、金刚、绿巨人，我直接拳打北海幼儿园，脚踢南山老人院。我想着想着，傻笑出声，心情越发愉悦。系统沉默了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能提高一下智力，然后可能完成到20左右的数值，你就好了呢？他的出声打破了我的幻想，真的让我成为了体质100的猛人，那这个地球就没有能阻止我的人类了，除非投掷核弹。